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魁商题啊。好久没有给你们出过魁商题的视频了，因为他说实话，魁商题到现在还是很容易上班位啊。虽然说削了很多了，但是说实话，他那个是削的是他那个额外，就是他那个原先是70%嘛，现在削到80%的那个额外双抗啊。额外双抗就是你装备或者说你带的那个符文的双抗，但你自身的双抗它是不会扣的啊。所以到后面其实你就算没有那个双抗，你其实就跟战士一样。还有个点就是它强就强在5级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全能吸血20%，这个是魁商题最离谱的一个点，知道吧？所以魁商题强不是说强在它双抗的转化或者什么，像双抗转化以后还挺能扛的，并不能扛，他扛不太懂。但是他强就强在那个全能吸血。如果他5级的时候只有5%或者10%，是吧？满级以后是吧？2级说15%的全能吸血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他前期的话也没有说强到哪里去，其实还可以理解。没关系，魁商题还是那个魁商题。然后他出装的话，就不是那个没有选择出那个不灭啊，反而是选择做了带着这个冰霜领主，打出来减速到。就冰霜领主的话，有个好处就是能减速到对方，后续能打多一点点的伤害。不好的一个点就是血量其实还好，就那样。这里没推到啊，有点可惜，不然推到的话，莉莉娅的话是能给上输出的。这个莉莉娅其实刚刚可以过来帮忙打一下线啊，把这个线压过去，然后升个5级，就舒服一点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回吧。对面升5级，你又不好打了。这边不用过去帮忙的，对方交闪了。这莉莉还没5级吗？他是被反野了吗？没关系了，继续。拒绝张若楠啊，这个张若楠呢是一个这边的明星，女明星啊，是男人的梦中女神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喜欢的话可以去看。之前是那个。是哪边的明星啊？忘了，记不住。我不是不追星啊，所以真的不太懂。但看到女明星是吧，帅哥不呸，总喜欢看看美女对吧？养养眼对吧？你看前期5级，你这个全能回血，我就问你哪个英雄有这么爆发能力啊？立刻把他给秒了。不可能的，你首先你打完他没有大招的形态，对吧？然后或者说你教完一套技能，好不容易打残了，他20%的全能吸血，就2套技能就把技能给吸上来，而且 W 有增伤，你怎么给他秒嘛？说实话，削再怎么削，都是削他的毛边，但如果你把他的全能吸血削掉了，然后跟你说一堆人说设计师，你看你搞了什么鬼啊？这游戏让我还这魁商题还怎么玩？估计这个魁商题估计班位立刻下来，甚至没什么人玩。它的机制在手游其实不到位，你如果放在端游，那个大招拉过来那一下位移是真的是很顶的，很到位的。但如果你放在手游里面，其实你说要拿来过强，其实就是单纯就是拿来一个1打1的这种
局部空间的1打1的那种能力，只是单纯这样子。你想要去利用魁伤提大招去掰到对面的射手啊，还就过墙带回来，不太行。我就这么跟你讲，不太行。你过去你就已经人都已经没了。顶到有这个余震效果，这边掰过来，对吧？有闪现，顺这边拉开，他甚至还不给你1打1的机会。这里的话，点燃，没烫死，这就是个人操作了。可以稍微多推一点塔皮。爆破削完以后，好像不是那么，就是说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带爆破了。爆破我之前好像记错了，是从30%的那个，根据自身30%的血量去增加这个塔的那个伤害嘛。现在是削到22%啊，35秒，然后是减了一下 CD， 其实这个已经很削的有点厉害了。就是之前冷却是35秒，现在是30秒嘛。虽然说确实对战士来说的话，就是说压的厉害的话，之前是肉的话是一套就能推掉所有的塔皮，相当于拿2个人头。现在估计就拿3层塔皮吧，是推不了第4层塔皮。就到了那个就6分钟这个时间点，如果你不去限制他推塔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肉，或者说比如说是塞恩这种英雄，这里掰回来，直接大招规避 W 技能的一个增伤。对面青康你玩的其实挺细的，但后续他没有技能了。哎呦，对面 CD 好了，有盾的，没办法，跑不了。还是杀心太重啊！这种其实杀不了的话就可以走了。他其实看到那点血，还是想再操作一下，想着自己有那个有 E 技能是吧？有 W。像刚刚他其实也 E 技能顶掉了人马的大招啊，但后续。这个中单还挺好啊，加里奥，其实说实话，玩加里奥哈，只要玩得好的加里奥，其实都是那种性格挺不错的，比较爱乐于助人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加里奥是吧，还帮忙卡线。如果正常来说的话，按我玩加里奥的性格啊，肯定是直接吃了，不可能说在这个时间点没什么说留不留线什么的。这里稍微骗一下，掰回来直接秒。这青钢眼以为自己有个瑞兹就能跑是吧？好了，这边闪现骗闪现，好不对哦，是疾跑骗的闪现。
怎么说呢？有一点就是他这种其实属于炸鱼啊，就是因为对面首先这边是那种玩上单的绝活哥啊，然后他很多上单他都会，像青钢影是吧？他这种游戏理解啊，他完全就是不是说普通玩家说啊我打个至尊王者我已经是很顶了，是吧？但人家是这种上至尊王者，其实都属于那种偏虐菜的行为，只有打那种巅峰赛传说局，是吧？会那个。而且有个点啊，像这些高手啊，他们打排位啊，或者说甚至打巅峰赛啊，他们并不是要所谓的什么证明自己，他们只是把这个游戏啊当成了一份工作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不要去想着说什么啊，他打一局打不好什么的。你的工作，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，是吧？你也不可能每天，比如说你是个销售，对吧？然后你天天在那里，你就说你每天都能卖出一辆迈巴赫，对吧？你要去证明自己什么？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你也就是说啊，这个月啊我能卖出来，是吧？你不可能追究到每一天，对吧？每一天我要一定要卖出多少，也不可能的这种东西。所以有时候说到头，就是他们只是把这游戏当成了一份工作，然后给粉丝啊，或者说喜欢看这个游戏或者甚至说想去学习的，可以在直播间啊，或者说在我这边录制以后啊，稍微给一点点的讲解啊，去学习，然后让自己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玩的有一点点的快感。什么叫快感呢？就是你用自己的实力去 carry 全局的时候，像这一波他大招掰过去以后，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W 的那个位置，打出了一个很完美的 AOE 伤害，但后续没有队友补上输出啊。这里大招没了，赶紧跑啊！一个 Q 给个减速，这边杀了芬妮，补上交了一个 W 双重 W， 哎，这里 Q 到了，第一时间往后拉。这人马只想杀这个残血，这芬妮的话 W 没有奶到，有点可惜。队友，像刚刚这种情况是不能退啊，因为没人去限制对面人马。如果人马给个机会直接冲过来的话，这肯定是要那个叫什么拼场的。你优势方给对面去拼场的机会，那你就是一个犯罪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人马刚刚是6-0啊，只有这次被逮到机会才死掉一次。其实可以看到啊，他这边余震其实挡了很多伤害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每次对面要给那一套输出的时候，这边用 E 技能反顶对方，或者说用 Q3，对吧？二段 Q 到对方以后，他的那个叫什么控制效果就很舒服的能挡掉一些输出，抵消就是余震这一个效果。之前的余震能抵消一些那个控制那个伤害，说错了。
这边找机会，抓不住人马就反顶这个青钢影就好了，追上他 ，Q3 拉回来。E 技能其实满级以后，他那个盾还是蛮厚的。哦 ，W 技能前面说的那个搞错了啊，我说反了啊 ，W 技能才能造成控制效果。E 技能的话是给自己盾，然后也能给队友盾。不过有队友接应的话啊，是吧？就好就很舒服的那个，就距离会变长一些。逃跑的时候有人接应的话更舒服一些。对面人马的经济其实并不差啊，这一局打下来还真不好打。如果没有魁桑提这边一直在努力的操作，你没发现他复活刷线打架，复活刷线打架就没停过吗？这里掰，哎呦，对面这刀被你掰了以后，一个 E 抵消，然后立刻交闪现往后拉哦。他 E 技能是可以抵消控制的，好像。不过好像没抵消到吧？这种没有过强掰的话，其实掰得很短的。只有过强的时候掰的话会更好一些啊！这个睿智干嘛？这样子过来送，然后人马找到机会想秒，这边泽利一个人的，这种泽利说实话有点搞。辅助如果是软辅和射手的话，一定是不能去绕后的，这是100%不可以的，绕后就是纯找死。如果2个人的话，还稍微能绕一绕，但这种绕后还得保证就是不是对面的前排。如果对面的前排或者战士在你脸上，你去绕后他，那你就是等于就是把自己送到人家脸上去给人家吃肉啊。这里的话选择再做一个兵权了，对面还是太能跑了。这里边线的话得让加里奥去带边线啊，中线的话就是正面团的话还是得有个肉顶住。如果对面队友不就是这怎么说呢？魁桑提不顶前面的话，队友好像容易暴毙。Q3追过来以后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就靠那个没有大招是吧？没有全胜姿态，一样是可以打出不低的输出啊。那行了，对面也是没办法再挣扎了。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记得往下去看。